吾乃你陈家先祖，今赐你超神仙典传承，其中包括一玄之术，更有无上功法，好生修炼吧。先祖的超神仙典传承，竟然治好我的伤势，还让我拥有生死人肉白骨的绝顶医术，太好了！以我的医术，一定可以治好妈妈的癌症。20万，妈妈癌症住院需要20万的手术费，可家里的钱却都拿给老婆唐宁当彩礼了，现在只能先找她拿回来，给妈妈治病。宝贝儿，今天晚上好好玩啊！你可要好好疼人家。哎，好。老婆，他是谁？陈凡，这是我男朋友杨少，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。静静啊，这就是你的废物未婚夫啊！你以前怎么看上这种人？哎呀，杨少，你要不是不知道，我可没有让他碰过。唐静，我妈现在重病，你能不能把彩礼给我，先给我妈治病？什么彩礼？老娘陪你那么多年，那是你应该给我的赔偿费。你个死废物，还敢来要彩礼？来人，给我打！找死！给我打！废物！这次就算是给你一个教训，再有下次就把爱扔江里边喂鱼。啊！吾乃你陈家先祖，今赐你超神仙典传承，其中包括一玄之术，更有无上功法，好生修炼吧。先祖的超神仙典传承，竟然治好了我的伤势，还让我拥有生死人肉白骨的绝顶医术，太好了！以我的医术，一定可以治好妈妈的癌症。这人怕不是脑子被打傻了吧？治疗绝症就他？走了，又疯一个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去医院把我妈的病治好。黄明医生，我不想拖累我儿子，我的病不治了。不行，手术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必须交钱做手术。你要是不做手术，我哪儿来的提成？黄医生，我妈的病不用做手术了，我能治。小凡，要不咱回家吧？你以后还要结婚，还要生孩子，妈不想拖累你。妈，您放心，您的病我真的能治。超神仙典中记载的是仙医之术，治疗妈妈的癌症轻而易举，果然妈的病被我治好了。妈，回家吧。荒谬！你懂个屁的医术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不孝子为了钱不给他妈治病，非要带回家等死啊！我呸！什么人渣嘛，连自己亲妈都舍不得花钱。就是，我已经给我妈治疗过了，她的病已经好了不少，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？真是可笑！摸一下手就治好了，你敢不敢让我给他做个检查？如果我妈的病好了，你当着大家的面给我鞠躬道歉。好，不，这怎么可能？癌细胞真的消失了。黄梅医生，道歉吧。这怎么？难道你不想道歉？这里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。妈，走，我带你回家。没想到这人的医术竟然这么高明，爷爷的病有救了。妈，我们回家。哟呵，静静，这不是你那个废物未婚夫吗？昨天被打得像狗一样，今天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杨少，这母子就是两条贱命，就是欠打。这对狗男女坑我彩礼，还差点把我打死。幸好我得到先祖传承，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你们两个狗男女！我呸！你呀，就是只随手可以捏死的蚂蚁，还敢骂我？我现在就打断你的腿！杨少，求您大人大量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饶过你们？可以啊，你跪下来求我，我就饶了你们。听到没？还不快跪下来！杨毅，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人很好玩吗？啊，好，那我今天就陪你玩个够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上！快点，打死他们两个！人多了不起吗？陈凡，我可是杨家大少，你竟敢打我！你这种小人物，这辈子都只能被我踩在脚下。豪门，你现在看清楚了，是你现在被我踩在脚下。陈凡，你快点放他起来，要不然杨家绝对不会让你们两个好过的。唐静，我当初还真是瞎了眼看上你，现在立刻跪下，给我妈道歉。你想让我给这个老太婆道歉，做梦
过去。杨大少，这个唐静可是想要你死啊！我没有。臭女人，还不赶快跪下！你让我死吗？不，杨毅不能死，万一他死了，我就做不成杨家少夫人了。范阿姨，对不起。小凡，好了，别闹了，我们快走吧。把20万彩礼还给我，从今往后你我再不相信。好，我转给你，现在就转。唐静还妄想当杨家少夫人，这下我把杨毅的命根子给废了，我看他还怎么当。先祖传下的超神仙典果然厉害，不但治好我妈的癌症，还让我拥有绝世武功。我一定要好好修炼，若能有天才地宝辅助修行，定能事半功倍。哎呀，可我现在只有从唐静那儿拿回来的20万，还是远远不够，必须要赚钱。请问是陈先生吗？我是江雪妍。之前见你在医院妙手回春，我爷爷目前也身患重病，若是您能出手诊治，我江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真是瞌睡了送枕头。好，把位置发给我。江小姐，陈凡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我爸已经请了江南协会副会长叶恒。无妨。雪妍，你简直是胡闹啊！一个区区毛头小子，会什么艺术啊？小子，快走吧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爸，叶会长，我是真的亲眼看到他治好了连花城医院胡院长都治不好的病。哼，不问信，江小姐，现在就是让他来到老夫的面前，他都不敢说他懂医术啊。雪妍，少说两句。陈凡，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。没事的，我也久仰叶会长大名，早想登门拜访。再说了，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。我久仰叶会长大名，早想登门拜访，说不定我还能帮一些忙呢。小子，看在你好学的份上，老夫就容你在此。不过切记，不可出声啊。你这人下去，只会要了江振山的命。一派胡言，黄口小儿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陈凡，我念在你匆忙赶过来的份上，请你立刻出去。叶副会长所用针法名为五行针，此针法确实对脏腑类疾病有奇效，但是江老爷子的病根不在此，若使此针法，只会适得其反。没想到小子你识得五行针呐！刚才你说不在脏腑，那么你说在哪里呢？丹田。老爷子之前应该武功很高，而后受了内伤，这内伤呢发生了病变，久而久之伤到了脏腑。如果叶副会长施五行针的话，怕是会要了老爷子的命啊！我爸确实以前受过伤，还练过武功，不过江先生，既然你怀疑老夫的医术，那你另请高明吧。叶副会长息怒啊！我当然相信你的医术了。陈凡，请离开这儿，不要再次打扰叶副会长治病。爸，我觉得陈凡说的没问题啊。雪妍，送客。陈凡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送你走吧。无妨，相信你爸很快会后悔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爸，叶副会长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我爸为什么会吐血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！你竟然说不知道！雪妍，快去救陈先生！好。爸，不要吓我，爸！陈凡，还请您一定要治好我爷爷。陈先生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对。若你能治好我爸，我们江家愿意满足你任何要求。两位放心，江老爷子还有救。叶副会长，可否借你几个银针一用？哼，随便用。我不信我治不好的病，你能治好？哼。百会、神庭、巨阙，这可都是死穴啊！你个庸医，你这不是救人，这是杀人呐！什么？你这不是救人，这是杀人呐！什么？不对，这不是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失传千年的九宫还阳针？这可起死人，肉白骨。好了，老爷子稍后就能醒过来。
哎，好好好，陈先生，刚才是老夫我梦浪了，还请先生能收我为弟子，终身愿侍奉左右。你快起来，严重了。好好好，我不过对医术通晓一二，可不敢为人师啊。不过日后呢，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二。行行行，多谢陈先生。不，陈神医。陈凡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行。哎，爸，你醒了？我还活着。长老，叶恒副会长，是你救了我的命啊！不是的，爷爷，您认错人了，是陈凡陈先生救了你。长老，我可没能力治好您的病，都是这位陈神医救了你啊！这叶恒一向傲气，很少有人能得到他这么高的评价。陈神医，多谢你救了我的命啊！老爷子，您言重了。我也是答应了江小姐，而且她还愿意为我提供所需药材，这只是等价交换而已。一些药材，这太简单了。我做主，把天井湾那套别墅再送你一套。另外，花城我还有一家医药公司，也一并送给陈神医。这世家豪门都这么大方，据说那里一套别墅可是价值5个亿以上啊！那个老爷子，这太贵重了，不能收。陈神医啊，你就别推脱了，你这个年纪啊，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候啊！对，陈凡，既然我爷爷都开口了，你就收下吧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对了，老爷子，我给你写个药方，之后呢，你每日服用，日后便可无碍了。哎呀，好，无碍，好。陈凡，我想在花城待一段时间，你有空的话，可以当我向导吗？可以。喂，妈。别走呀！妈，陈凡，你快回来！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江小姐，我有事需要回家一趟，咱们日后再联系啊。穷哥，这家里穷的太叮当响了，东西都已经全砸完了。穷鬼，真是个不要命的东西，竟敢得罪杨少！老东西，告诉你，今天你们两个死定了。等你儿子一回来，就送你们上路。兄哥，求求你放过儿子吧！只要你放过我儿子，你打死我都行。只求你放我儿子一条生路吧！滚开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竟敢跟老子谈条件！告诉你，杨少说了，要你们两个的命，你们一个都不能少。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行！打死这老东西！是，熊哥。老东西，下辈子记得投个好胎吧。老东西，下辈子记得投个好胎吧。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敢动我妈，我杀了你们！又来个急着投胎的小子，老子今天就送你上路！小凡，该死！你放开我！长明，不要杀我！我这是杨少派来的一条狗，他可饶我一命，饶了我吧！饶了你，好。滚！好，我滚！妈，她毕竟只是个普通人，不能在她面前杀人。起来，妈。小凡，好了，妈，从今往后再没有人敢欺负咱们了。小凡，我们以后该怎么办？杨毅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你会不会太冲动了？放心，妈，从今天开始，再没有人能踩在我们头上。对了，我找到新家了，现在我们收拾就走。至于杨毅，以后我再慢慢陪他玩。走吧。妈，来。小凡，这以后我们就住在这儿啊？咱们以后就住在这里了。这里呢，是我一个朋友为了报答我救了他爷爷送我的。原来如此。不过小凡，这人家有钱是人家的，咱们虽然穷，但也要靠自己本事赚钱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妈。这样，你先上楼休息，楼上呢有我给你准备的衣服，
你早点休息，明天早上我还要给你治疗呢。上去吧。有了江雪岩送过来的那些药材，实力能快速提升了。这样，我先去炼化一些药材，试试。这百年人参用来直接吸收，根本没法将药力最大化。看来要去找个丹炉来炼制丹药才行。小凡，你快出来！你朋友来找你了。朋友？难道是江雪岩？江雪岩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凡啊，原来江小姐就是你朋友啊！哎呦，这么漂亮！陈凡，那个你以后叫我雪岩就可以了，大家都是朋友了，叫名字太生分了。对对对，这你可要听雪岩的。哦，对了，爷爷不是把花城的医药公司给你了吗？我想着你今天上任，应该也没准备衣服，我给你挑了几件，你先试试看。雪岩，我觉得这身衣服就挺好的。哎呀，雪岩给你买的你就穿着，哪那么多话呀？快去，你们不是还要去忙什么事情吗？快换去。江雪岩的身份是江南豪族，比那杨毅强了不知多少，还是不要告诉妈了，免得她不自在。那，谢谢雪岩。哇，好帅啊！傻小子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雪岩夸你呢，还不赶紧说谢谢？谢谢你，雪岩。你今天也很美。真的吗？好美。雪岩啊，你别介意，小凡和他爹一样，都不太会说话。没有，陈凡其实可会聊天的。昨天，那个雪岩，你不是说要去医药公司吗？走吧。好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真是郎才女貌，这闺女可比那什么唐静不知道好了多少。这次小凡的眼光真不错。哇，雪岩，这既是医药公司，可是花城名企，没想到竟然是你们家族的。你们隐藏的也太深了吧？那当然了，陈凡，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办公室瞧瞧。好，我们上去吧。哟，陈凡，你这个废物来这里干什么？这个陈凡竟然身边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。这位美女，我看你是被这陈凡骗了吧？这兜里连一个子儿都没有，甚至说马上就要被人……你谁啊？我跟陈凡什么关系？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三道四？反正他们两个也蹦跶不了多久了。以我现在的身份，何必和蝼蚁一般计较？雪岩，我们没有必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，走吧。雪岩，我们没有必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，走吧。你这个小是从哪儿冒出来？跟这个废物在一起，你是脑子进水了吧？敢对我家小姐不敬，你越想找死！Fuck！ 你居然敢打我！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？打你怎么了？这点惩罚不过只是9牛1毛而已。好了，放开他吧。哼，傅国豪，你就这么看着我在你们公司受欺负？这件事我一定会告诉杨少的。唐小姐息怒，这件事我来处理，立刻给唐小姐道歉，否则……顾总是吧？刚刚你也看到了，是唐静她侮辱人在先的。侮辱你们怎么了？唐小姐侮辱你们是看得起你们，她怎么不侮辱别人呢？好，说的不错。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乖乖下跪道歉。保安，过来，动手！
保安，过来，动手！大胆！你们竟然还敢反抗！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反抗？好啊，去把余华给我叫下来，我倒要问问他是怎么管理公司的。你们认识我们经理？副总，你可别被这个小给唬住了。认不认识？你把他叫下来就知道了。凭什么我们叫啊？有本事你自己叫。好，好得很，我现在就。雪妍，还是我来吧。行，反正以后这公司也是你的，的确该你来处理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说这公司以后就是他的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能别在这演戏？哼，笑死人了！他有没有资格，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余华，我在1楼，下来一趟。竟然敢直呼余总大名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竟敢如此放肆！副总，他这个人呐，就喜欢吹牛。一个小小的矿工，下井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呢，能保住这条烂命已经很好了，就喜欢装逼。怎么回事？小子，你死定了！嘿，余总，您来的正好。这有个白痴说要接管公司，我想赶他走，他竟然还打人！你副国豪，你刚才骂谁白痴呢？陈先生，是你这种垃圾可以随便骂的吗？跪下！陈先生，我让你跪下，你听不懂吗？哎呦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是基石药业的老总？这不可能，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这不可能，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刚才就是你在我们公司闹事的吧？真以为有杨毅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是谁给你的勇气？梁静茹？于总，我没想闹事，我这就走。哎，你可不能走。陈凡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可别乱来！我现在怀疑你是来这里偷东西的。你的包，我要检查一下。没有，我可没有偷东西。这包里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。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走！哎，放开！放开！你们有什么资格抢我的东西？小心我让杨少宰了你们！哟，唐静，你说你偷这个药做什么？难道是杨毅不行了？壮阳药？让我瞅瞅。嗨，这女人一看就骚得很。是啊，一般男人还满足不了。我看啊，就是他把那位吸干了，这才急着偷药，被人发现了吧？没错。唐静，现在还狡辩吗？你竟敢勾结公司员工偷药，还真是家贼难防啊！陈总，我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如果离开这里，整个华城都不敢要我了，我求求你！陈凡，你不会以为你走狗屎运得到了个公司就了不起了吧？告诉你，在杨少面前永远是废物、垃圾。杨少？哪个杨少？不如你把他叫到我面前来，让我瞧瞧吧。你雪妍，不用理他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我自己会处理好的。好了，那药就当我送你了，你可以拿着滚了。至于你，吃里扒外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哎，陈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陈总。这辈子杨毅算是废物，不过他还能活到这辈子结束。陈总，我们上楼吧，公司高层还在等您开会呢。好，雪妍，我们上去吧。果然，人家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才最帅，更何况春帆本来就帅。我你干什么呀？雪妍，不好意思呀，我刚刚在忙，没注意。我的裙子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别，我自己来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陈总，我自己来。您之前在会上说的药品。陈总。余华，你来干什么？余总，这种事情你自己决定，只要告诉我结果就行啊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们俩忙。我忙什么？
于总，下次有人进我办公室都要敲门，听到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没想到这新来的陈总竟然和江家大小姐有这种关系，看来，那个雪妍，好了，我今天来找你是因为你之前自己说要给我当导游，你今天有空吗？我前几次找你，你都给我说没空。哼。正好，我刚好要出去买点东西。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好呀。如今我拥有灵力，可以根本不用经验和眼力来判别古董真假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我炼丹所需的丹炉。陈凡，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地方，这不就古玩街吗？虽说是古玩街，但说不定呢，这能淘到什么好东西。雪妍，你信不信我嘛？真的啊？那走吧。不过这儿人多，你可别给我弄丢了。弄丢？好了好了，赶紧走了。哎，看那个。哎。好看，走吧。陈凡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老板说要15万，你居然60块都买到手了。不是我厉害，而是……等等。本来以为逛了一上午没什么收获，没想到还真的有丹炉。老板，这个东西多少钱？我要了。老板，这个东西多少钱？我要了。小伙子，你还年轻，东西你拿回去没什么用。老板，我给你40万。老先生好眼力啊！我这可是秦朝传下来的宝贝，40万你绝对买不了吃亏。老先生，这东西是我先看到的，行，那我出45万。小伙子一看就是成功人士，这丹炉卖您了。这俩大傻帽，这玩意儿我可是鉴定过的，10乘10的大赝品。小子，我师傅可是花城中医院教授，江南医学协会名誉顾问徐成，你们哪来的胆量敢跟我师傅抢东西？识相的让开！老板，我出60万。顾问徐成，那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小子，你别太狂了。他是我弟子郑斌，他虽然名气不高，但也不是你这种普通人能望其项背的。区一个顾问和一个只会蹦跶叫嚣的小丑而已，我们抢了又怎么样？我们出100万。我们出100万。年轻人，这可是咱们花城的徐神医徐老，你们就别抢了，不然以后有你们吃亏的。就是一个炉子而已，没必要和徐神医置气，换一个吧。炉子，肉眼凡胎。这丹炉可是一件被封印的灵气丹炉，若非是封印松动，就连我都无法感应到。这东西是我先发现的，问的价，让我让，凭什么？就是啊，价高者得，这可是千百年来的规矩。你们一定要跟老夫抢！好，老夫出105万。老了没钱的话，就在家待着吧，才加5万，那我们出200万。你们敢抢我师傅的东西？行。记住，以后在花城得了病，没人敢救你们。哼，郑斌，我们走。切，没钱还装什么装？雪妍，没想到你怼人方面竟然这么有天赋，刚刚我都插不上嘴了。我哪有啊？人家平常还是很淑女的，好不好？对了，付钱。对了，付钱。陈凡，你来这儿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啊？拿着吧，不够再给你买。雪妍，你看周围人这样下去，恐怕别人会真的以为我是被包养的了。200万就能包养我们的陈大神医了，那也不算亏。我们先走吧。赶快回去把这丹炉封印解开，真想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。走吧。这丹炉到底是什么来历？竟然以我现在的能力都没办法把它打开。哎呀，雪妍来了，快进！刚好阿姨做好饭了，我去叫小凡。他不是说这2天有事吗？
怎么又来了？雪妍啊，我这刚做好的早饭，快坐，吃点。不用了，今天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给你啊找了几个保姆，等会儿带你过去选。这太麻烦了。再说，我哪能让别人伺候我呀？不麻烦，而且你的身体还没好全，身边需要有人照顾你。妈，这点还是雪妍想的周到，我倒是没有想到，您就别推辞了。叶恒，他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对了，陈凡，叶恒给你打电话，可能是想邀请你去参加江南医学协会的交流会。交流会？叶副会长，你今天找我有何贵干啊？陈神医，今天是我们江南医学协会的交流会，上次您走的着急，倒是没有给您说，您是否有时间莅临指导？交流会倒是一个可以拓展人脉的地方，去倒是可以一去。好，你把时间地点发我。好，你把时间地点发我。上午9点。叶凡，你就去忙吧，阿姨啊，我带她去就行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，雪妍。我出去了啊。去吧。张神医，这人怎么还能混进今天的交流会现场啊？杨少，这人你认识？张神医啊，这人就是个乡巴佬，这请柬肯定是偷来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这种人怎么可能有资格拥有请柬？陈凡，你给我站住！真是流年不利，怎么哪儿都能碰见你？你以为本小姐想看见你？这种地方可不是你这种人能来的，赶紧滚吧！我这种人来不了，像你这种傍大款的能来？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杨毅已经玩不动了，你恐怕马上要失业了吧？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杨毅已经玩不动了，你恐怕马上要失业了吧？陈凡，你小子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老子早晚弄死你！张神医，请你立刻把这个冒充进来的家伙赶出去！小子，滚吧！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我的请柬是偷来的？你知道这交流会的门槛多高，真是可笑！就是陈凡，谁会请你来这里啊？除非脑子有问题。小子，别装了，你就是个小偷，还请你来的？你倒是说说谁请你来的呀？叶恒，你们的叶副会长。叶恒，他老人家可是我们协会的副会长，他会请你。小子，你说谎话可也要说的真点啊！这真是吹牛吹上天了，看来你小子还真是个脑残。哎，老张，你们在这不进去，在这吵什么呀？徐顾问，郑斌，这里有个不知好歹的家伙，这不知道从哪儿偷了个请柬，还说是叶副会长请他来的。让我看看，哼，原来是你小子啊，竟敢来这里招摇撞骗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徐顾问，你也认识他？张神医，我师傅昨天遇到一个丹炉，这小子非要家抢走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臭小子，那个女人呢？你这个吃软饭的家伙！女人？原来陈凡是被那个女人包养的。小白脸儿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小白脸儿，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垃圾？好，看好了，这可是叶副会长亲自给我发的请帖。这真是叶副会长亲手所写。你也懂医术？这真是叶副会长亲手所写。你也懂医术？略懂一二吧。哼，小子，你要是懂医术，老夫这么多年就白活了。你这些年确实白活了，你这岁数都活到狗身上了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和张神医说话呀？张神医成名的时候，他估计都还没出生吧？真是年少无知，竟敢瞧不起张神医，偷个请帖了不起啊！小子，偷的东西永远都不是你自己的，你不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个小丑吗？到底谁是小丑？等叶恒来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小子，看来你还是不死心啊！你觉得自己配见我们副会长吗？别嘴硬了，赶紧滚吧！陈凡，幸亏我早点跟你分手了，不然今天像狗一样被叶副会长赶走，那可真是丢死人了。谁在找我？叶副会长，您能来我们花城，可真是让我们花城蓬荜生辉呀！能有幸见您一面，我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是啊，江南就需要您这样的神医坐镇。
叶副会长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偷了张请柬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是您请来的。我今天的确邀请了一位贵宾来参加交流会啊，那怎么没听您说过呀？我请谁，还需要给你打招呼？没，当然不用，只是不知道副会长您请的贵客叫什么名字？陈凡，陈神医。天哪，真的是他！这次张神医他们真是踢到铁板了。他的请帖竟然真不是偷的，这怎么可能？走，这边记上了。走。陈神医，没想到你早来了，你应该提前打个招呼，我好出门相迎啊。他居然真的认识叶恒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这个垃圾怎么可能真的被叶恒邀请过来？叶恒，下次这请帖呀，还是不用送我了。陈先生，为什么？陈先生，为什么？张广胜、徐成，你们两个是老眼昏花，还是眼睛都瞎了？用不用我给你们治治？陈先生可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你们是不是怠慢他了？叶副会长，我们不知道这小子是您请来的，还以为那张请柬是偷的，所以……怎么，徐成，我的字迹你都不认识了吗？叶会长，不，我认识你的笔记，只是请帖出现在他手上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是我的疏忽。叶副会长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这小子就是一个臭矿工，他怎么可能会医术？陈先生会不会医术和他的职业有什么关系？况且就算是个矿工又怎么样？如果没有他们，你吃穿用怎么来的？赶快给陈先生道歉！你让我给他道歉？不可能！更何况现在杨少就在我身边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哼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叶副会长，我是这里的老板邱泽，这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邱老板，你们这里有人对我的贵客无礼。贵客？他算贵客？他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啊？放肆！叶会长的贵客就是我邱泽的贵客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女人在这辱骂？你敢打我？杨少，他打我！邱泽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你在我面前还不够格，把你老爸叫了还差不多。叶副会长是我的恩人，你们惹了他的贵客，我自然饶不了他。叶副会长，你说要怎么处置他们？这陈先生说了算，我无所谓。叶副会长，你说要怎么处置他们？这陈先生说了算，我无所谓。这小子这么年轻，就能得到叶恒的敬重，看来来历非凡呢。陈先生您好，请问你想怎么处置他们两个？刚刚他们想让我从这里爬出去。是，明白了。现在是你们两个自己爬出去，还是我派人帮你们？自己选吧。邱泽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杨毅，今天就是你老爸来了，也要从这儿给我爬出去。来人，把杨少给我送出去。你敢？邱泽，你敢？邱泽，我不会放过你。邱泽，现在杨少出去了，你呢？我来人！别，我自己出去，我错了，叶副会长，陈先生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不要把我逐出江南医学协会。叶副会长，这是你的家务事，我一个外人自然不好过问。来人，给我拖出去！别！求求你不要把我逐出江南医学协会。好了，各位，现在交流会正式开始了。我先给大家介绍陈凡，陈先生。我想诸位应该会很好奇陈先生有什么本事。刚才我见叶副会长这么推崇，想必肯定医术高强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现在我就给大家揭晓答案。陈先生他呀，他会传说中的九宫还阳针。这真的很对啊！我没听错吧？九宫还阳针呐，这可是起死人入白骨的针法呀！是啊，不过我听说早就失传了呀。陈先生，我是江南省城医院院长，能加个联系方式吗？好。陈先生，我是咱们花城最大房地产开发商，想邀请您。我的天哪！好了，这么有实力啊！哇塞，这些人在我以前可都是触不可及的存在，如今我有了先祖传承，才有了俯视的可能。虽说在现在的我看来都是小人物，但日后难免打交道。叶副会长，今天多谢了。陈先生，叶副会长，
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吧，若有能帮忙的地方，我陈凡定不会推脱。陈先生，不知您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江南医助协会？我知道您平时很忙，不过会里的事情我们尽量不打扰您。您在我们协会只需挂个顾问之类的头衔就行了。叶副会长，这件事情你容我先考虑一下，过几天再给你答复吧。行，那你好好考虑考虑。好，那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啊，陈先生，我有一事相求。说吧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还要避开叶恒？陈先生，其实是我有一个朋友叫蒋天阳，因为以前的一些往事和叶副会长闹了些不愉快，所以……不愉快？难道他是什么大奸大恶之辈？不是，这其实也是一些旧事了。不过我倒是不好说出人家隐私。若是您能出手，陈先生，您需要什么东西说一声，我邱泽定能奉上。可以，你约好时间，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就行。哎，好，多谢陈先生。那您在此稍后，我出去召回下客人。好，没想到已经5点了，给雪妍打个电话，问问结束了没。陈凡，你那边忙完了没有？我已经和阿姨从家政公司回家了。谢谢你，雪妍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我没什么事情，不知道……好啊，不过吃饭就不用了，地址我来选，咱们酒吧一条街见。好，酒吧嘛也行。这段时间一直都让自己在紧绷状态，晚上喝点酒倒也可以。陈凡，我看你和唐静仇怨貌似很深啊。以前呢，我被唐静牵累，和亲戚断亲，母亲重病，我却无钱治病。不过好在这些都已经过去了。陈凡，我真不知道你以前原来过得这么……没事的，我都说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至于未来，陈凡，你……我什么啊？你的未来里能有我吗？邱少，跟我来。美女，美女，漫漫长夜寂寞了吧？要不跟哥去喝一杯？滚开！这位小姐，我们邱少眼光可高得很啊，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。你没听到我女朋友说让你们滚吗？怎么是耳朵聋了，还是眼睛瞎了？他答应了，他说我是他女朋友。我。美女，我可告诉你，这里是花城，还没有人敢不给我邱仁亮面子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滚！你哪来的土鳖呀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怎么想跟老子碰一碰啊？啊！邱少是肾虚嘛，就这点力气，我肾你！我警告你，你再嘴贱一次，我杀了你！陈凡，要不算了。放心，雪妍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我的天，这是谁？标命了！连邱少都敢打，他邱家可是和咱们花城杨家并列的存在啊！我看这小子的穿着也不是什么大家族的，估计啊死定了。小子，你打断我的胳膊还敢威胁我？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你爸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认好大儿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有种你一会儿别跑，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。邱少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李伦，我在你这厂子被人打了，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说法。小子，邱少只不过想和这位美女交个朋友，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子吧？你知不知道？给他面子？凭什么？小子，你如果再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不给你脸了。给我上！陈凡，你要小心。把这小子给我打个半死！
这2个保安好像是李老板从国外买来的保镖，听说还是什么泰拳高手呢。这样啊，那小子肯定死。等等，快看！这怎么可能？这2个保镖可是我花重金雇来的呀，他们每个人拳头都有几百斤重，就这么简单被打倒了。陈凡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人好厉害呀！没想到这小子还深藏不露，竟然这么厉害。厉害又能怎样？等下邱总来了，他就完了。废物，连个垃圾都搞不定，你这餐厅是不用开了。是谁打我儿子？真当我邱泽是吃干饭的？原来是他呀！有趣。小子，我爸来了，你就等死吧！想活命，现在就把那个女人给我交出来。这样吗？小子，还装逼？等下我爸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装逼！爸，你看我的手都被人给打断了。谁打的你？他就是他爸，我今天要杀死他。陈先生，怎么是您呢？邱总，好久不见呀！你儿子要让我女朋友陪他，你说这事怎么办吧？爸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他刚才把我的手都扭断了，我现在还疼着呢。陈先生是江南医学协会叶副会长的朋友，你个逆子！快立刻跟陈先生和他的女朋友道歉！这人竟然是叶副会长的朋友，真的假的？谁知道呢？不过这话邱总既然说了，肯定假不了。难怪刚才这么嚣张，原来如此。叶恒又如何？今天这个女人我要定了。爸，你必须得帮我。看在当日邱总出手的份上，此事便就此作罢。再有下次，定饶不了他。雪爷，我们走。他上次有兴趣豪族江家，难道？走吧。爸，你打我！打你？你小子天天就知道给我外面惹祸，看来对你的管教还是少了。爸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闯这么大祸还怎么了？立刻向陈先生和这位小姐道歉。爸，我道什么歉？我要把这个女人带到床上。立刻道歉！再多说一句话，老子把你腿给打断！道歉，不然我现在就把你沉江。对不起。走了。陈先生慢走，改日我一定再登门道歉。别假惺惺了，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？傻儿子，你知不知道陈先生他女朋友的身份呢？什么身份？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只是碰巧在周城主那儿见过一次。那次周城主亲自为其开门，并恭敬地把他从车上迎了下来。真的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如果你不道歉，恐怕明天咱们父子俩就要曝尸街头了。爸，走，我们快走，我还不想死，我要赶紧走。陈先生，真的对不起，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打扰了你们的约会。不过我保证，这种事情不会再有下次。陈先生，这根龙参和百年何首乌算是对您的补偿了。好浓郁的灵气，若是用于炼丹，想必效果更佳。不过，周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陈先生，其实我这次来还有件事，就是想邀请您去看看我那位朋友的病情。这龙参是用来赔罪，而百年何首乌便是诊肺。能让这邱泽付出这么大代价的人，到底是何人？倒是有趣。好，这次我答应你去见你朋友。不过之前我们有言在先，若是此人是大奸大恶之辈，我既然有能力治好他，也当然有能力替天除害。多谢陈先生，多谢陈先生。好了，走吧。好。没想到竟然是这蒋天阳，这可是整个花城数一数二的大人物啊！就连那杨毅的爹杨金城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存在，他会有什么病症？邱泽，你说有什么神医？就是这位。是的，蒋先生。这蒋天阳体内竟然有噬魂阵，
好阴毒的学问手段，这人到底得罪了谁？江先生，这位陈先生可是叶恒的朋友，而且这人看起来这么年轻，竟然能让叶恒这种刚直的性子有所转变，看来真的有点本事，人不可貌相啊。陈先生，您体内呢是被人布下了噬魂阵，若是我不出手的话，10日之内你必死。什么？10日？还是被人陷害？陈先生，您可有找到幕后黑手之法？噬魂阵好破，只是这破阵之日呢，就是布阵者到来之时。恐怕陈先生，老夫不过就是身体有些不适，按照你说的，怎么还中上邪了？你这话说的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了？蒋先生，我可没有非要追着给你治疗。不过既然如此，看来你不需要了，那我就走了。哎，陈先生，你可不能走啊！蒋先生，您现在的身体真的不能再拖了。陈先生的医术我相信，要不还是先让他试试吧。行，试试吧。陈先生，还请您出手为蒋先生诊治，他曾救过我的命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邱某都愿意偿还。好，念在你还算是知恩图报的份上，我今日便不计较了。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到底是什么邪术师，竟然会对普通人下手呢？如今噬魂阵已破，算算时间，应该过来了。邱泽，你这是在哪里找的庸医？就这么一甩手，不就好了？你还不快？陈先生，你都能站起来了。我站起来了。来了。什么来了？何人胆敢破除我宋帕布置的噬魂阵？找死！你能站起来了？原来是你，宋帕，我好心在苗疆救你，你为何要取我性命？救我？那只是我族内筛选献祭灵魂的方法罢了。说，是谁破的阵？我饶你不死。原来是你破的阵。陈先生，如果您能走，速速离开去叫人，千万不要和这个怪物硬扛，这人太诡异了。看来真是你小子。既然如此，受死吧！你是大宗师。陈先生，请问您是宗师吗？不算是吧。就算不是，恐怕距离宗师之境也差不多了。能和您相识，真乃我蒋某人的福气啊！先前对您多有冒犯，还请您恕罪。对，陈先生，昨天我儿子的事情，也还望陈先生不要怪罪。只要你儿子不要招惹我就行，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等下我给你开几副药，你再喝几天就能完全根治。陈先生，刚好过几日是老夫的生日，倒是希望陈先生能来捧场。到时候再说，没事我就来。哎，文雪，什么事情？陈凡，你能陪我出去转转吗？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嘿，猜猜我是谁？说吧，把我叫出来当挡箭牌，等下怎么回报我？哼，四陈凡，人家都是你女朋友了，你还要什么回报？还不都是你的？雪岩，雪岩，好久不见。这个手串可是我专门从上清寺给你挑的。贺公子有心了。陈凡，这位是琼州贺家的贺伟，你们认识一下吧？贺公子你好，我是雪岩的男朋友陈凡，初次见面。雪岩，他说的不是真的吧？小子，说吧，雪岩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过来演戏的？本少叔双倍，拿钱赶紧滚蛋！钱？不好意思，这东西呢，我现在还真不缺。你还不缺钱？浑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的垃圾，
你有什么资格和他在一起？你个穷！有些人啊，还真是可笑，嘴里骂别人穷，手里却拿着假货骗人。你说这手串是假的？真的玉怎么可能会是这种颜色？你在开玩笑吗？这就是几块钱的地摊货而已。嘿呀，它掉了！放屁！本少几十亿身家用得着买假的吗？我这是被坑了！真的被坑了吗？好，小子，我记住你了。那我能让贺少记住，还真是三生有幸。哦，对了，这手串坏了，要不我还是赔你点钱吧。雪岩，这次我给你面子，不和他一般见识。小子，你根本不了解雪岩的身份，给我等着。我最近就在花城待着，陪你好好玩玩。陈凡，虽然你不在意贺伟这个人，但这人家族势力确实强大，万一他从公司上下手怎么办啊？他最好是别惹我，否则没好果子吃。陈总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他们吃了桂圆丹，一早就觉得神清气爽，现在他们都找我求购呢。想要丹药可以，那就看他们愿意吃多少钱了。是，对了，陈总，今晚花城有个聚会，很多大人物都接到了邀请。好，你把位置发给我。桂圆丹就是我商业帝国的第一步。内尝了吗？贺少好，能在这里见到您实在是太荣幸了。是啊，贺少乃是我们江南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，更是我辈学习的楷模。诸位言重了，诸位言重了。杨少，那位琼州的贺少真的这么牛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恭维他？贺伟当然厉害，他贺家作为琼州强族之一，不是我杨家可以比的。而且其家族境内内气高手多如牛毛，甚至听说还有几位内气巅峰的强者。这么厉害？所以这次我们来也要在他面前好好表现。这个废物怎么又来了？又是这两个极品，阴魂不散啊！好你个陈凡，你来这儿干嘛？关你屁事！这算啥？陈凡，你个穷！吵架，你光有几个钱啊，就想混进这里？你看看这里，哪个人的身家不是至少几千万的身价？你很有钱是吗？那你把你阳痿的毛病治好了吗？阳痿！刚才我还说怎么找不到杨毅呢，原来这个废物在这儿啊！上次就听说杨毅遍地寻名医治病，看来现在还是没有成果喽。陈凡，老子杀了你！杨毅，我看你记性是真差呀，这就忘了自己之前挨的打了。陈凡，你老子等着，老子早晚要了你的命！那我也告诉你，再有下次，我要了你的命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你还真是把狐假虎威演绎到极致了。贺少，这小子一个不知道是怎么混进来的，我们要不要把这家伙赶出去？你谁啊？我想做什么，还用你来教？这样吧，赶出去多没意思。有人知道他的黑料吗？当众爆出来，我奖励他10万。真的？我知道。我也可以，我也有钱。这个陈凡，他爹早就死了，他大伯一家占了他的房子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他跟他妈缩在一个廉租房里，家门口就是垃圾桶，到了晚上经常去跟老鼠抢饭吃呢。原来是老鼠洞里钻出来的呀！那可不能靠得太近，万一时间久了，我们不也变成垃圾了吗？就是，这德行还偷跑进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真是恶心。好，这个消息至少值50万。还有没有？我还没听够呢。你个垃圾还敢跟本少抢女人，真可笑！什么？他这种垃圾还敢和贺少竞争，真是不自量力啊！垃圾东西，赶紧滚吧！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一个废物都敢看上贺少的女人，脑子进水了吧？原来那个女人是贺少的。陈凡，我劝你还是跪下来，好好跟贺少道歉，让他饶你一命。跪下，他可受不起。
哟，本少有什么受不起的？你现在就跪下，我看看会不会遭雷劈啊！跪下！于总，您终于来了。您说的那位发明归元丹的神医在哪儿啊？是啊，于总，你快带我们见一下他吧。还有归元丹，再给我一些，一颗我出50万，不100万。杨少，这个余环好像就是陈凡的手下。这怎么可能？济世医药这么大的公司，陈凡也配进去？真的，我那天去给您拿药。不要怕，现在有贺少在，这小子绝对死定了。而且这归元丹说不定跟陈凡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反倒是那个女人的。于总，请问你们公司生产的归元丹还有吗？我愿意高价多买几颗。这个我可做不了主。余华，你什么时候这么爱卖关子了？贺少，真不是我卖关子，归元丹的事情我真做不了主。那你说谁做主？我去找他，我就不信他不卖给我。陈总，既然您在这里，那这归元丹怎么卖，还是您来决定吧。什么？是他？这该怎么办？刚才我还嘲讽他了。还好，我刚刚可没有乱说话。余华，你的意思是这归元丹是他研制的？对呀，千真万确，这归元丹正是我们公司陈总自己研制发明的。放屁！老子才不信是他研制的，一个垃圾哪来的这么大本事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雪岩找神医发明了归元丹，让他领功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一定和贺少说的一样，他就是个傀儡，有什么资格为归元丹定价？你们堂堂济世医药，让这么一个废物管理，就不怕坏了自己的名声吗？几位，请注意你们的言辞，有对陈总不敬者，我们济世医药会将他们永久拉黑。完了吧，这拉黑了。余华，你唬得住他们，可吓不到我。这个归元丹一定是雪岩或者说是江家的，他不可能属于这个废物。贺少，既然你不相信，可以打听一下，看看除了陈总，还有没有人能研制出归元丹。哼，陈总，还是由您来说说这归元丹怎么卖吧。好，定价之前呢，我宣布，这贺伟和杨毅2人被我公司永久拉黑。我公司的所有药品不会对他们销售。你小子，你倒真是好样的！今晚的事儿我记住了。哼！好了，各位，现在归元丹定价是100万一颗，你们也可以用年份老药兑换。草药就可以兑换？我赶紧打电话把我那参王拿过来。我也赶紧打电话。陈凡，没想到你的归元丹竟然真的这么厉害！今天上午好多人拿着药材和钱来买呢。这只是刚刚开始，我相信你。这蒋天阳就是上次我给你讲的邱泽要我救的人，不过之后发生了些许事情，这才邀请我来参加他的寿宴。我们进去吧。真是流年不利，怎么在哪儿都能碰到你这个丧门星？这小子凭什么拥有这么漂亮的女人？嘿，看什么看？陈凡，别以为你小子走了狗屎运就能一直嚣张下去，早晚我要把你得到的东西全都抢过来。你一个废人，还嫌抱怨不够吗？我今天不和你一般见识，自然有人收拾你。走，我们进去，别理这个垃圾。有些人呐，这辈子都没资格来参加蒋先生的生日宴会，真是可怜。这位小姐，跟着陈凡这种垃圾没前途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另谋出路吧。垃圾看谁都像垃圾。今天我看在贺少的面子上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好自为之。你有本事去把贺伟叫来，看看他敢不敢说这话。垃圾，好好珍惜现在的日子吧，下辈子记得把眼睛擦亮点。看清楚人，别让垃圾也混进去。不听话就给我打断他的腿。是。喂，蒋先生，我到门口了，但是我就不进去了。陈先生，您可不……刚才那位陈先生在哪里？
蒋先生，那位先生刚才去那里了。上次那位陈先生出手为我诊治，还有后面表现出来的实力，基本上已经是宗师境界的高手了。这种人可是打好关系的关键时期，万不能有失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啊，你可不能不来啊，不然老头子，这宴会举办的可真是无用了呀。蒋先生，我这边临时有事儿，所以不耽误先生多久。这位是？她是我女朋友江雪妍。真的是江南江家，原来是江小姐，失敬失敬，小人蒋天阳，很高兴见到你。蒋先生客气了。二位，这边请。这位陈先生深不可测啊。哎呦，毕总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毕总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，爸，就是这个废物，这里是这种人能来的吗？是啊，杨叔，这种垃圾进来只会污染这里的环境，他不配在这里。你们两个给我闭嘴！哎呦，毕总，天阳，这人是谁啊？你们认识？不是，陈先生，您刚才进来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两个吧？竟敢对陈先生不敬，现在你们可以滚了。蒋叔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你让我走？没错，我就是让你滚。要不你现在就让陈先生原谅你。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杨少需要他一个垃圾原谅？没错，现在就是他跪下来求我还差不多。好，好，好，哼，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来人，给我狠狠的掌嘴！然后扔出去。这人到底是谁啊？居然能让蒋先生这么重视他？他你都不认识？这位陈先生就是济世医药归元丹的研发者。蒋天阳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为了一个陌生人要对我儿子动手？陌生人？杨金城，我打他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陈先生的敌人就是我蒋天阳的敌人。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帮他？我知道，一定是因为这个小他跟蒋先生啊有一腿。闭嘴！这个疯女人，这不是害我吗？杨毅，你还不快来帮我！你给我闭嘴！爸，明明就是他们找事儿啊！你个逆子，你也给我闭嘴！天阳，我们也是10几年的朋友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先生救过我的命，所以他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，这够了吗？就这？杨金城，我跟你说你也不懂。总之，我现在就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你们立刻从我这里离开，从此你我再无瓜葛；其次，就是让陈先生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。原谅？不可能。好，那你们现在可以走了，你不要逼我动手。年轻人，做事留一些，别把事情做得太绝，否则日后可不好收场啊！留面子？你这臭生儿子可曾这么想过？现在我只是让他在我眼前消失，如若不走，后果自负。你个垃圾，敢骂我是畜生？你算张嘴！蒋天阳，你居然给我来真的！我说了，陈先生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。好你个蒋天阳，从今以后，你我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就此绝交。随便，现在就给我滚！走。陈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是早知道你们有过节，我就不会让他们来了。没事儿，你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。生日宴会开始吧。感谢所有嘉宾来参加我蒋天阳的生日会。在这里面，我重申一遍，以后和陈先生为敌，就是和我蒋天阳为敌。陈先生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蒋先生，就不要拐弯绕来绕去了，直说什么事情就行。其实也是我一个朋友相托，想请您出手一次，报酬都好说。上次收了这邱泽的人参和何首乌，通过丹炉炼制的丹药，几日的修炼用的已经所剩无几，如若倒是免了寻药的功夫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走吧。陈总，这是您提出的简化版的归元散，已经准备开售了。虽然是薄利多销，但足够我们赚的了。好，接下来我狗东西，滚开！陈凡那个小王八蛋的，让他出来受死！何少，你余华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我身边的这位是谁。他是内气强者余万山。眼力不错，余华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，
他惹了我，到底是什么下场？贺少，陈总可是江小姐的男朋友，你要是伤了他，准备和江小姐怎么交代？不用拿江雪岩来吓唬我，我就不信他真这么喜欢这小子。就算真的喜欢，江家难道还能同意一个需要靠女人保护的废物不配和雪岩在一起？哼，你们不能动，我要通知江小姐。好了，玉华，不用给雪岩打电话了。陈总，贺伟，之前我给过你机会了，可惜你还是不知悔改。那么今天你就别想安然无恙的离开了。小子，你可真是笑死我了！可惜啊，可惜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有没有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好，好，于老，看你的了。贺少，我保证教他好好做人。小子，口无遮拦，该打！只有这些吗？找死，小子！找死的是你！垃圾就是垃圾，废话真多。于老说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原来陈总竟然是一位内气巅峰的高手。我说江小姐为什么会喜欢上他？原来陈总是一位一武双修的天才啊！你内气巅峰，他竟然是内气巅峰！怎么，贺少，我的功夫可入得了你的法眼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刚刚不是挺厉害的吗？陈凡，你别太得意，就算你是内气巅峰又如何？我贺家一样不怕你。你觉得我会在意吗？于老，我们走。站住！我说过让你走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刚刚我说了，今天你不会安然无恙的离开，你忘了？刚刚我说了，今天你不会安然无恙的离开，你忘了？你，陈凡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贺家嫡长子，你，我说了，今天你没办法安然无恙的离开。滚！陈凡，你完了！你竟敢废我一条胳膊，我定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感觉！好啊，那我等着你。贺伟，你真以为你们家族的宗师我江家会怕吗？陈凡，你没事吧？雪岩，你怎么来了？陈总，是我怕。雪岩，你放心吧，他们很菜的。哼，好，以后都告诉你。贺伟，于万山，今天的账，我江雪岩绝对不会忘记。给我滚！哼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陈总，给我们供货的医药公司，今天突然断绝了和我们的一切往来。其他的公司跟我们都有竞争，基本上不用看，也不可能合作。看这架势，是想我们一击致命啊！陈凡，今天贺大国他突然找到我，让我约你们见面，想收购你的归元丹，我没有答应。你收购归元丹，我陈凡还没有山穷水尽到那程度。看来你小子还挺有骨气啊！陈凡，他就是琼州贺家当代家主贺大国。贺大国，我很好奇，既然你已经出手了，为什么偏偏还要来这儿？这小子竟然不怕！陈凡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我儿子的手也敢打断！是他先出手惹我的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另外，我告诉你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劝你说话小心点，要不会丢了性命。我告诉你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劝你说话小心点，要不会丢了性命呀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身边有个什么宗师，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。在我眼里，
不过都是土鸡瓦狗罢了。好，看在雪岩的面子上，我给你个解决方案。什么方案？很简单，你儿子贺伟的手臂只有我能医治，这样我可以为他治疗。另外，归元丹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折，1000万一枚，怎么样？我已经很怜悯你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方案？这就是你说的方案？不，我不仅要你把我儿子的手治好，并跪下给他道歉，而且归元丹我也要，配方我也要。看来今天你是来找死的。给我上！除了江小姐，其他2个人全都给我打死！贺大国，你敢？江小姐，你们天云江家跟我贺家一向交好，你能确定到时候你们江家内部全都会归向于你吗？雪岩，有些人呢，不是在找死的路上，就是已经到了找死的终点了。陈凡，不要杀他，不然后果……放心吧，我不会杀他的。现在都杀了，有什么意思？等到最后，我自然会一一清算。给我上！你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你……今天我不杀你，是想看看你这种世家大族还有什么手段。如果有的话，尽管使出来；否则，垃圾！你给我等着！雪岩，想什么呢？陈凡，以后贺大国的报复可能不止在武力上，可能对济世医药也会重重打击，说不定还……放心吧，雪岩，我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就不会让他离开的。陈凡，以后不管江家怎么样，我一定会跟你在一起的。我绝对会迅速成长到足以迎娶你的时候。陈总，您提出的归元散已经全面上架了，这个成本几乎是平民价，每家每户都可以购买。他们上架同类型的药品，根本没办法跟我们竞争。好了，归元丹的事情呢，也不能放下来。这几天我就回家继续炼制归元丹，上层用户呢依然要稳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给你安排。贺大国，堂堂琼州贺家，就区这点本事吗？随着年份药材越来越多，我实力的提升外，现在炼丹的成功率也越来越高了。而这丹炉彻底解开封印后，竟然还能提高出丹率。这都几天了，归元散几乎遍布花城，就连其他城市都有人来求购。区区几个公司和贺大国根本无法阻挡大势，但是有些安静的过分啊！要不随机去一个药店看看？叶恒，他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叶恒，他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叶副会长，陈先生，最近老夫不在花城，一回来就得知了您的归元散和归元丹，不知是否有幸讨教一二？好，刚好我要去公司旗下的药店，我们就在南苑街那边碰面。陈先生，你这个归元散实在是太神奇了，不光包治百病，还如此廉价的推广，造福人民。您的品德呀，够我叶恒学习终身了。叶副会长，严重了，这是我最近炼制出的归元丹，还请收下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程亮白纸黑字有字据，这药就是在你们这儿买的，我家老爷子吃了之后上吐下泻的。我程亮白纸黑字有字据，这药就是在你们这儿买的，我家老爷子吃了之后上吐下泻的，快叫你们老板过来，立马给我赔偿，不然老子一把火烧了你们这破店！陈总，陈总，你就是发明了那个归元散的陈凡？这就是贺大国的手段吗？哼，
就是我研制的。你有什么诉求？哼！哎，来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！哼，就是这个人研制那什么破玩意儿归元散，我爹吃了之后上吐下泻的，现在还在医院。哎，大家都看看啊，都看看！你这人是来闹事儿的吧？这药我妈也吃了，效果挺好的，连多年的老病都治好了。是啊，我看这人就是附近药房派人找来的托儿吧？这种人我见多了。一个破卖假药的，我看这些人都是你找的托儿吧？一个破卖假药的，我看这些人都是你找的托儿吧？托儿？是谁给你的勇气说出这样的话？你无故抹黑我济世药业，如果不给个说法的话，今天你就别想走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说我抹黑就抹黑了？我爹明明就是吃了你的归元散才造成的，我要报警，我要把你们都抓起来。你父亲就是因为吃了巴豆造成的。另外，我是江南医学协会副会长叶恒，陈先生的归元散我非常认可。既然你怀疑我的判断，你就报警吧。你是叶恒？没人敢冒充我吧？叶恒又怎么样？黑虎帮，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直到他说实话为止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们黑虎帮不会饶了你们的！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派你们来的，我等了好几天，等的就是你们。带走！放开我！诸位，我济世药业的归元散呢，旨在做出平民能买得起的、用得起的良心药，且无任何副作用。如果有居心叵测之人恶意诋毁的话，还望诸位敬请告知，我陈某必有重谢。哇，陈总，您可真是当世华佗呀！是啊，而且这归元散才几块钱，价格太亲民了，简直是药到病除啊！陈先生，我有个请求，不知何事？这归元散呐，目前只在花城一家，如果不能推广到其他地方，这种神药很难造福万民呐。所以想请您把这个药给我，我将把它推广到整个江南。目前济世药业的影响力还只局限于花城，若是能借助叶恒的名声往外推广，也不失为一条简便的路径。叶副会长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谢谢。这次的事情背后无论有谁主导，若想要一劳永逸，只有将贺大国和那所谓的黑虎帮暴露出来。程亮或许是个突破口。走，快说，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贺大国吗？余华是吧？我认得你，你最好现在就放了我，不然我们黑虎帮不会饶了你的。陈凡的家人我们搞不定，你的？你什么意思？余华，现在放我走，兴许还能见到你的老婆和女儿，不然……程亮，你快说！我老婆和女儿在哪儿？快说！不知道。余华，陈总，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接下来交给我吧。你的嘴很硬啊，陈凡，你惹了不该惹的人，有人要让你一败涂地，你现在最好放了我，不然你会死得很惨的。哦，让我死。你要再不说的话，可就没机会了。说，不可！哎呀，好痒呀，痛死我了！你在我身上干什么？陈总，我的家小，放心吧，他们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整垮济世药业，在目的没有达到之前，你的家人不会有问题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从他口中得到幕后主使是谁。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我说是杨少，还有2个女的。杨毅怎么可能呢？不是贺大国。说，全都说出来。你刚才给我用的什么手段？再废话的话，我不介意让你再尝试一下康康的滋味。不，我说，
是杨毅，还有杨京城他们在抢电阳的宴会上被你欺辱，气愤之下找到了我们黑虎帮帮主刀疤，承诺给我们1个亿，让我们搞垮你的公司。1个亿，这杨金城还真有魄力啊！那另外2个女人呢？一个我听杨少喊她静静，另外一个我听他们说叫赵小姐，其他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还有呢，我的老婆和女儿呢？这个我也都不知道，我就是个出来办事的，我就连什么时候来都是他们打电话通知的，这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不过我们黑虎帮帮主刀疤，他肯定知道。这就是我们帮主刀疤的电话，他肯定知道。接，说计划顺利进行，要回去禀告。是，都顺利，都顺利。那我可以走了吧？走，当然可以走。带我们去找刀疤。走。一个臭小子在花都地盘上混，也敢不孝敬我，找死！哎，对了，杨金城那边钱到了没有？预付款3000万已经打过来了。哎，可以呀，没想到这1个亿就这么轻易来了。本来我想亲自找这小子，没想到那家伙出手这么阔。你说这陈凡是不是挖了杨家的祖坟啊？挖杨家的祖坟还不配我来。程亮，你敢背叛我？没有老大，是他逼我的。等会儿找你算账。被逼的？你小子有点本事啊，只可惜脑子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亲自来找我呀！我可太喜欢和这种垃圾说话了。说吧，我公司于总家眷，你藏哪儿了？想知道啊？可以啊，只要你把季氏药业70%的股份给我，我就告诉你，怎么样？你看爷多好，还给你留了一点呢。有些人呐，总喜欢不断作死。不想死的话，都给我滚！打我！我弄死你！你是内气武者。我都说，他们就藏在太球星的地下室，我一个我都没敢动他们。余华，你去找他们，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做。好的。是杨毅负责找的你吧？还有没有其他人？没有其他人，只有他们。这个杨毅他怎么不说清楚？这个陈凡是个无产，回头老子一定好好挣他2亿，至少2亿。没有骗我吧？没有呀，我怎么能敢骗您呢？这黑虎帮啊，在花城做的时间挺长了，今日正好随手灭掉。现在就该去找杨毅父子算算总账了。哎，爸，黑虎帮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杨叔叔，这次贺家联合我们搞季氏药业，这可是我们为数不多能跟贺家攀关系的机会呀！说不定到时候杨少的病也能因此治好呢。赵小姐，像你父亲那样的内气高手，也没办法制服他吗？对，我当时就在现场。可我爸他还打了我。他第一次打我，第一次因为一个陌生人打了我。他第一次打我，第一次因为一个陌生人打了我。所以，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让陈凡一败涂地。爸，
你问这个什么意思？刀疤那边不是说可以搞定吗？哎呀，我们都被贺家骗了呀！在花城，超越赵秀的强者根本就不存在，刀疤那边也联系不上，恐怕……哎呀，杨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你不提前跟我说？他是个内技巅峰的高手，我怕如果被找上，我杨家也会覆灭。你个蠢女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杨叔叔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个陈凡，他不就是个垃圾啊！都是你招惹他做什么？爸，不要怕，还有贺家，贺家一定会。杨毅，你以为贺家就能救得了你们吗？保镖，不用喊了。什么？我原本以为你是个明事理之人，没想到你也是一个鼠目寸光之辈。你要干什么？做什么？让你们潇洒这么长时间，应该够了吧？这一切都是我这不孝子造成的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你亲生儿子。滚蛋！没有你这种只会惹事的儿子，而且你现在已经没有用了，传宗接代都做不到，我还留着你吃白饭做什么？爸，我还有用，我以后再也不胡闹了，行不行？都是你个女人！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帮你出头。现在老子废了，被抛弃了，你满意了？陈凡，不，陈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知错，世界上知错的人多了，你看，有几个悔改？逆子！我杀了你！爸，我是你亲生儿子。逆子！我杀了你！爸，我是你亲生儿子。亲儿子？你不过是我过继过来的。早几千年我身体不好，现在身体康复了，我要我自己亲儿子，我要我自己亲儿子。陈先生，他不是我儿子，你能不能饶了我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都……就算不是你亲儿子，毕竟恩养几十年。还有，你竟然敢对我身边人动手，已经触犯了我的大忌。贺家不会放过你！你当真以为贺家能管得了我？我告诉你，我之所以没有动手，就是想看看这些所谓的世家大族有什么手段。现在看来，不过如此。现在该到你了。陈凡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曾经说过你爱我，你会保护我一辈子的。那你曾经说的话承诺了吗？放心，我不会杀了你，我会让你变成一个疯子、傻子，在花城的每一个角落行讨，或者我把你关进精神病院，让你终其一生孤独终老，让你终其一生孤独终老，这也算是我当初对你的承诺了。唐静，你记住，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。赵月月，你真以为你爸能管得了我吗？陈凡，为什么？当初就是让你给我道歉，你为什么不道歉？不然我也不会把自己送给皇帝。都是你毁了我。我？总的来说，我们之间并无多少仇恨。如今我废你双腿，让你出不了门，也算是对你的惩罚。
不过你想要找我报仇的话，你也可以来找我。谢先生告知小女下落。爸，我双腿废了，我以后就是个废人了。这样倒还好了，以后你少给我外面走。谢先生不杀小女之恩。赵馆长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办，我就走了。赵馆长，你敢拦我？不是，是因为贺家的事。贺家？怎么了？先生，我听说贺家老祖宗大宗师之境贺天琼马上要来花城了，怕是要来找你的麻烦。大宗师之境嘛，我倒是想会会。陈凡，贺大国正在带人去天井湾别墅，我现在正在赶回去的路上，你在哪儿？什么？我马上过去。陈凡小辈还不现身，莫非要当缩头乌龟，任凭至亲被辱？老东西，你儿子要是再不出现，我就先献一个胳膊。对，爷爸，陈凡断我胳膊，我要砍他妈4只。贺天琼，你枉为宗师，竟行如此卑劣的手段，陈凡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闭嘴，江家小娃！若非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，你早就成为一具尸体。哼！现在放开我妈！跪下认错，留你们全尸！陈凡，你失忆疯了吧？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老祖在此，宗师在此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看。我走！儿子，给我上，弄死他！是老祖。不可能！你是什么境界？米粒蜘蛛也放光华。小畜生，你藏得好深呐！你以为你这样就会赢定了吗？我老夫踏入大天师巅峰数10载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力量！雕虫小技，不可能！天罡雷掌，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到我了！我不能，我不能动了！妈，雪爷，我来晚了，你们没事吧？小凡，你没受伤吧？几只苍蝇而已，没什么。余华，陈总，请吩咐。琼州贺家没必要存在了，你知道怎么做？是，肯定不留后患。走吧。陈总，贺家的核心力量已被连根拔起，产业由我们和蒋先生、邓总等人联合监管，整合完毕。黑虎帮的势力彻底肃清，杨氏企业、赵氏武馆等曾与您为敌的势力，均已奉上最大的诚意，赔偿并臣服。华城乃至江南，再无人敢对您和吉氏药业有半分不敬。那桂圆丹和桂圆散推广如何了？空前成功，叶恒副会长不遗余力的推广，加上贺家覆灭的震慑，我们的产业已覆盖全国，正向海外拓展，利润不可估量。您现在是当之无愧的医学界的巨擎了。陈凡，恭喜你！这里边也有你一半的功劳。雪妍，我们一起这么久，经历了这么多，
嫁给我。我愿意。